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影不离》。之前咱们聊过葡萄牙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清洁能源小火车，今天咱们再看看与之非常相似的坐落在繁华市中心的小火车。重点是小火车轮子下的这一段铁路就是世界上最短的铁路。这段铁路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天使飞行铁路，就隐藏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陡峭但繁华的邦克山地区。其实洛杉矶并不以火车和铁路而闻名，但天使飞行铁路却是洛杉矶的一座地标，不仅在洛杉矶，甚至在全美的名气都非常大。因为这是一条有着120多年沧桑历史的斜坡铁路缆车，它很短但很有趣，轨道仅有90米长，铁轨的坡度恒定为 33%， 上下垂直落差为 29.2 米，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行都只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别看时间不长，也足够观光与通勤的需求。坐在车厢里总会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可别小瞧这条天使飞行铁路，这可是数百部电影的取景地，同时也曾在几十部小说甚至游戏中出现过，其中就包括2016年奥斯卡获奖电影《爱乐之城》和迈克尔·康纳利的《天使飞行》一书。据说自从《爱乐之城》上映之后，世界上最短的铁路天使飞行铁路便成为了洛杉矶最火的网红打卡地，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游客来此乘坐观光。另外，它还被收录于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名录，据说在239个美国历史名胜中排名第7。天使飞行铁路的铁轨看上去是不是很别致？3条铁轨并在一起组成了上下行共用的762毫米窄轨铁路，整条铁路的中间位置扩展出来单独的双轨，以便上下行车厢完美会车。鲜艳橙色的车厢也是上下对开的，上行到站的同时，下行也刚好到站。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两列车厢也是由同一条钢索连接，跟葡萄牙的清洁能源小火车的行进方式一样，只不过它的动力是依靠上站站房的电机，而不是天然纯净的能源水。天使飞行铁路的下站位于希尔大街，一座拱门随时欢迎游客的到来，游客们可以直接从这里上车。上站则位于奥利弗大街上方的加利福尼亚广场，上下2个车站都属于小巧精致的类型。上站更像是一个小城楼，里面是火车机房和售票处。天使飞行铁路的单程票价为1美元，往返票是2美元。如果从下面上来的话，在出站之前买票就行了。相对于1分钟时间的铁路旅程，在天使飞行铁路的旁边还有供游客上下的楼梯，很多游客走在楼梯上也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运行中的天使飞行车厢。别看这2个车厢一模一样，其实它们也都有自己的名字，并且是以圣经中的山脉命名的，一个叫西奈，另一个叫橄榄，似乎也是与天使主题保持一致。走进车厢你会发现，车厢内的角度也与铁轨的坡度一致。每辆车有16个座位，座位被分成不同的层次，就像楼梯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坐直。整个车厢都是由木板制成，古香古色的风格总会让人联想到悠久的历史。实际上，天使飞行铁路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在1901年开始运营的。现在的天使飞行铁路位于第3街和第4街中间的希尔街上，使用着与之前相同的车厢和车站元素。不过最初的铁路并不在现在这个位置，而是在半个街区之外的第3街隧道旁，同样也是连接着希尔街和橄榄街。别看现在的天使飞行铁路又漂亮又风光，其实它这120多年的经历，用坎坷来形容都显得太轻描淡写了，简直可以说是命运多劫，数次易主，几次死而复生后又异地重生，后有瘫痪数载，直至再次重生，甚至比小说《活着》的情节还跌宕起伏的多呢。接下来咱们就按时间顺序来看看天使飞行铁路一波8折的成长经历吧。在天使飞行铁路120多年的成长过程中，大约经历了7次易主，也就是经历了7家私营运营商。第一位则是天使飞行铁路的创建者詹姆斯·沃德·埃迪上校。如今在天使飞行上站的出站口还立有一座带有名牌的水池，名牌是50多年前纪念天使飞行50周年的纪念牌，上面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写的：天使飞行由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朋友
律师工程师詹姆斯·沃德·埃迪上校于1901年建造，据说是世界上最短的铁路，由电缆控制的平衡车以33%的坡度行驶315英尺。据估计，天使飞行每英里载客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铁路都多，头50年超过1亿人次。这条轻捷铁路是在洛杉矶市授予的特许经营权下运营的公共设施。埃迪上校出生于1832年，曾在美国内战中服役，是林肯总统的朋友，也是一名律师兼工程师。100多年前的邦克山区与现在比起来是完全不同的样貌。1901年，第3节隧道在邦克山下开通。同年5月，埃迪上校获得市议会批准，在隧道旁建造缆车。当时要建的缆车就是山坡上的铁路，连接着希尔街和橄榄街。1901年8月2日，天使飞行在埃迪上校的资助下，作为洛杉矶斜坡铁路开始动工。随后于同年12月31日开通，当时的单程票价只有1美分。在天使飞行开通首日，大约有2000多人在希尔街和橄榄街中间上下乘车穿行。据说当年埃迪上校修建天使飞行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给人们，尤其是女性上班族提供上山下山的便利。因为当年的邦克山区不仅有市政厅，周围还有很多著名的律所及会计师事务所，在附近居住的民众以及上班族中有不少的女性，每出行都需要步行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又耽误时间，所以埃迪上校就出资修建了天使飞行铁路，这也算是建了一段观光缆车。在乘车过程中，同时可以欣赏洛杉矶中心城市的美景。1905年，天使飞行经过一次改建，那时候在山顶还建有一座观光塔。3年后的1908年，又增加了希尔街上的拱门和山顶的车站大楼。1912年，埃迪上校将亲自建造的斜坡铁路出售给了洛杉矶投资公司。也是在这个时候，天使飞行铁路正式作为斜坡铁路的名称开始使用。1年之后的1913年，天使飞行发生了一次脱轨事故，一列车厢从轨道脱落，车厢里有1名女乘客。可能是由于发生了脱轨事故，洛杉矶投资公司在1914年又将天使飞行铁路出售给了其第3个拥有者大陆证券公司。工程师罗伯特·摩尔于当年开始担任天使飞行铁路总经理。从1914年到1952年，罗伯特·摩尔为天使飞行铁路及乘客总共服务了38年。这期间，天使飞行又出了2次事故，一次是1937年，一名熟睡的推销员被车厢拖出了几码；另一次是1943年发生的一起致命事故，一名行人在铁轨上行走时遇难。在罗伯特·摩尔成为铁路总经理的32年后，也就是1946年，他从大陆证券公司购买了天使飞行铁路的所有股权。从此，罗伯特·摩尔便成为了天使飞行的第4任拥有者。6年之后，时间到了1952年，天使飞行再一次易主。莱斯特·莫兰德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他在邦克山上班，经常把汽车停在铁路附近，然后乘坐天使飞行往返于他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莫兰德算是乘坐天使飞行的固定通勤人员，时间一长就结识了当时天使飞行的拥有者罗伯特·摩尔。罗伯特·摩尔也意识到莫兰德先生对铁路的保护有着真正的兴趣，并且完全有能力运营它。拜伦·林维尔是安全第一国民银行的一位著名银行家，他与工程师莫兰德对天使飞行的运作和历史都有着共同的兴趣。所以在1952年8月23日，当罗伯特·摩尔退休之际，他便把天使飞行卖给了莫兰德和林维尔。1952年11月，纪念天使飞行铁路服务50周年的名牌诞生了。1年之后的1953年，莫兰德家族出资收购了银行家林维尔手中的天使飞行股份，从此莫兰德家族便成为了天使飞行唯一的股东，也就是天使飞行的第5任拥有者。莫兰德家族管理天使飞行铁路也只有大约9年的时间，仅仅持续到了1962年。1962年8月，天使飞行铁路被指定为洛杉矶历史文化纪念碑。那时正是洛杉矶邦克山地区大面积拆迁改造的时期。天使飞行铁路旁本是已经使用多年的高楼大厦，还有另一旁一座座建在山坡上的木质别墅。高楼大厦在巨大石锤的撞击下一点点击碎，最终化为平地。一座座木质别墅也在铁爪的夹击下变成一堆堆废木头被清理出去。此时的天使飞行铁路虽然在洛杉矶大拆迁之际暂时还得以保留，
但1962年，纽约市的重建机构迫使莫兰德将天使飞行铁路出售给了纽约市。随后，纽约市又聘请了另一个私人实体奥利弗和威廉姆斯电梯公司来继续运营天使飞行铁路。该公司的悉尼史密斯则成为了第6任铁路私营运营商。当史密斯和他的公司在1960年代经营天使飞行铁路时，邦克山的旧建筑都被拆除了。作为天使飞行的第6任拥有者，悉尼史密斯和他的公司也只是从1962年到1969年运营铁路不到7年的时间。在1969年5月18日星期日晚些时候，天使飞行在第3节隧道位置进行了最后一次旅行。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5月19日，天使飞行铁路的拆除工作开始了。2列标志性的车厢被拖走，存放在洛杉矶市重建局的仓库中。铁路的拱门、车站大楼、饮水机及其他文物被转移到加州加蒂纳的一个露天仓库。在接下来的27年中，这2列车厢一直都躺在仓库里。当时，洛杉矶邦克山地区经历了一次有争议的全面重建。该地区摧毁并搬迁了一个由近22000名工人阶级家庭组成的社区，这些家庭的住房破旧不堪，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商业建筑和现代公寓综合体等一座座高楼大厦。根据当时洛杉矶市重建局的说法，最初计划在2年内重建天使飞行铁路，但西奈和橄榄2列车厢于1969年在仓库里苦苦等待了27年，直到1996年才又重新运行。不过在这27年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其实天使飞行铁路得以重新运营，很大程度上与洛杉矶市建市200周年活动有关。在1980年代初期，洛杉矶筹划城市200周年庆典团体的领导人终于了解到了当年市重建局承诺飞行天使恢复重建的详细信息。直到1991年，通过洛杉矶保护协会和其他人，以及包括由律师丹尼斯·露纳担任主席的天使飞行志愿者协调委员会的努力，洛杉矶市终于开始履行在1960年代后期做出的对天使飞行铁路重建的承诺。1993年和1994年，在城市的资助下，天使飞行恢复和重建的计划工作正在进行。大部分重建工程发生在1995年，并于1996年全部完成。因为天使飞行一直都是私人运营的，所以加州广场的开发商不会按照原计划运营天使飞行铁路。为了继续重新运营这段铁路，天使飞行铁路基金会便应运而生。该基金会作为私人运营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天使飞行的第7任拥有者。之前提到的律师丹尼斯·露纳就是天使飞行铁路基金会的主席。从此，挺身而出的基金会承担了邦克山开发商对小铁路的权利和义务。终于，在1996年2月24日，天使飞行铁路得以重新开业。不过，此时的铁路已经不在第3节隧道旁了，而是重建在了第3节与第4节中间的位置。重建后的铁轨长91米，坡度约为33%，仍然连接着下面的希尔街和上面的加州广场。在全新的轨道和运输系统上，车厢还是原来的西奈和橄榄。车厢的移动由上站房内的操作员控制，操作员负责目视确定轨道与车辆是否通畅，关闭站台大门，启动车辆移动，监控缆车运行，观察车辆停靠在2个车站，并向乘客收取车费。与此同时，车厢里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售票员。在2000年10月13日，天使飞行被添加到了国家史记名录中。不过在2001年，天使飞行又发生了致命的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确定可能的原因是天使飞行缆车的设计和建造不当，以及各个监管机构未能确保铁路系统符合初始安全设计规范和已知的缆车安全标准。2009年1月16日，经过改进修复的2列车厢开始在铁路上进行测试。新的驱动和安全系统取代了导致2001年致命事故的系统。与最初天使飞行的设计和大多数传统的索道系统一样，新的驱动系统采用了一条主牵引钢索连接2个车厢，同时与原始设计一样，也使用了第2根安全钢索。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与最初的设计不同，每列车厢都加装了一个轨道制动系统，作为每个大轮上主要紧急制动器的备用。另一个附加的安全功能是一个独立的疏散电机，如果主电机因任何原因发生故障，它仍可以使车厢继续移动。
经过一系列的安全测试之后，天使飞行于2010年3月15日重新向公众开放。据说重新开放仅1个月，天使飞行就迎来了超过59000名游客。当时单程票价已经涨到了50美分。不过这一次又是仅运营了1年多。在2011年6月10日，由于2列车厢的钢轮磨损，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命令天使飞行立即停止运营。1个月之后的7月5日，在替换上了8个新的定制钢轮后，天使飞行铁路再次重新开放。就这样，经历过数次安全改造后，本以为天使飞行可以平稳地运行下去，结果不到2年的时间，2013年9月5日，一辆车厢在轨道中部位置又发生了脱轨事故。所幸虽然车里有游客，但并未受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经过调查指出，这次脱轨事故源自于天使飞行的一个基本设计问题：车身和轮轴组件没有铰接，尤其在铁轨中部会车的拐弯位置，车轴不能跟随轨道转动，轮缘会与轨道摩擦，时间一长则导致车轮过度磨损，最终导致了脱轨事故。2013年的这次脱轨事故之后，天使飞行铁路不得不再次关闭，再次进行安全升级改造。在2016年奥斯卡获奖电影《爱乐之城》中，很多人看到了已经停运的天使飞行，这也促使了天使飞行铁路尽快恢复运营。直到2017年，天使飞行铁路基金会选择了由 ACS 集团牵头的合资企业，在未来30年对缆车进行翻新、维护和运营，并将一部分车票收入作为合资企业的费用。天使飞行铁路对之前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升级改造，同时对车门也进行了安全升级，并在轨道附近增加了疏散通道。2017年8月31日，在众多媒体和游客以及当地市民的关注下，天使飞行铁路再一次重新开始客运服务运营。此后偶尔会因为维修而短暂关闭。重新运营后的天使飞行铁路单程票价又翻了1倍，变成了$1。这座自1901年以来的洛杉矶地标，天使飞行铁路是游客们在洛杉矶必不可少的体验。每天早上6点45至晚上10点开放，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尤其在夜间乘坐天使飞行，更像是天使在飞行。负责 ACS 基础设施修复工作的史蒂夫·德威特表示，该公司煞费苦心地将天使飞行的2列车厢和2个车站恢复到原来的美术风格，包括车厢的橙色和黑色油漆。德维特说，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它看起来像一个21世纪的设施，车厢有很多年的划痕和历史遗留的痕迹，我们希望确保它看起来像它应该有的样子。当游客进入到车厢时，能够感受出瞬间穿越回到100多年前。天使飞行这个名字在1912年成为铁路的正式名称。历史悠久的天使飞行铁路也曾出现在无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菲利普·马洛在《高窗》和《小妹妹》这2部小说中都曾去过天使铁路，众多好莱坞电影也曾在此取景，并且以天使铁路为代表性场景。据说天使飞行最早很可能是出现在1918年的《晚安护士》这部电影中。多年来，天使飞行铁路附近地区逐渐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商圈，洛杉矶市政厅及很多银行大楼遍布在周围。以天使飞行铁路为代表的邦克山地区也成为了洛杉矶的热门旅游地。这样一条充满沧桑历史、几经沉浮而又浪漫温暖的世界上最短的铁路，如果有机会，你想去体验一下吗？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